寄生虫超多的9种食物。7、鸭肠，很多人就爱这脆爽的口感，所以说在吃火锅的时候啊，将鸭肠简单的涮一下就吃。但你知道吗？鸭子这种家禽体内也很容易感染寄生虫，鸭肠本身就可能会携带，比如说弓形虫等等。一般商家会清洗干净脏污，至于有没有寄生虫，肉眼很难看清，所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和烹饪的话，很容易感染。所以说啊，在吃的时候最好烫久一点，确保充分煮熟了才吃。8、鸡蛋，很多人可能意想不到，鸡蛋也可能含有寄生虫，这主要是因为鸡蛋里的寄生虫是寄生在母鸡体内，而最常见的寄生虫就是弓形虫。鸡蛋越不新鲜，那么带寄生虫和细菌的可能性就越大，所以说吃鸡蛋时一定要煮熟。9、樱桃，很多人吃樱桃都是一口一个，但殊不知樱桃还有一个称呼，那就是10蝇9蛆的说法，大部分都是果蝇的幼虫。其实严格来说呢，这些幼虫不仅对人体没有很大的害处，还是丰富的蛋白质，但有些人还是受不了，可以吃之前用盐水泡10分钟左右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杨梅里爬出小虫，小龙虾既然是寄生虫最爱，盘点寄生虫超多的9种食物。4、小龙虾，这是夏天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，但我们都知道龙虾是夏天很受欢迎的美食，但是小龙虾的生活环境也是比较肮脏的，生活在泥土或者水中，体内含有较多的寄生虫，而最常见的一旦被人体吃下去就能在人体内游走，其中的成虫也被称为肺吸虫，因为主要寄生在肺腔内，所以说吃之前啊一定要煮熟，直到小龙虾表面变成红色，肉质表皮变硬才能食用。5、杨梅，吃起来鲜甜多汁，还能用果汁来泡酒，但你知道吗？杨梅可是寄生虫最多的水果之一。相关研究表明，一个杨梅里面很可能含有数十只的果蝇幼虫和几百只蚜虫，肉眼很难看到，吃多了很可能引起腹泻。6、田螺，这和小龙虾一样，也是十分受人们喜欢的食物之一，但田螺一般寄生在稻田或者水塘里，有非常多的寄生虫和细菌，比如说血吸虫。如果你经常吃田螺，体内很可能含有寄生虫，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少吃。如今一些不良商家还会将福寿螺充当田螺，这两者不好区分，很多人会吃错。接下来这个大部分人都爱吃，你敢相信吗？男孩脑子长虫，身体抽搐，几近失明，只因吃了一个小小的牛蛙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脑洞君就带大家来看看寄生虫超多的9种食物，看看你是不是也喜欢吃。灯泡一响，脑洞开讲。1、牛蛙。2014年扬州晚报中提到，一小孩在吃了牛蛙以后，身体立马出现了不适，先是突发高烧，再是浑身抽搐，眼睛也看不到了。家长这才着急送医院，检查以后发现竟然是脑子里长满了虫，这就是典型的寄生虫病。大家都知道牛蛙养殖环境恶劣，体内寄生虫颇多，一旦没有煮熟，那么寄生虫也很容易存活下来，进入人体，所以说尽量还是不要多吃了。2、生鱼片。我国沿海一带很爱吃的还是淡水鱼，因为淡水鱼做成的生鱼片引发的寄生虫感染的几率更高，其中最常见的还是绦虫、肝吸虫、肠道线虫等等，一旦被感染就会出现腹部疼痛或者腹泻。3、黄鳝。很多人喜欢在冬天把黄鳝煮一大锅来吃，但黄鳝长在淤泥沼泽地区，很容易就吃了带有虫卵或者寄生虫的食物。吃的时候啊，最好是煮熟，时间不能太短，确保寄生虫被彻底杀死才能吃。接下来这个你一定要看。